嗨，大家好，我是小麦。那如果最近有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是刚刚出差回来然后呢，就是在3月16号的万金石比赛之后，就立刻去出差，然后2周之后呢，刚刚回到台湾。那在整个出差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是没有办法按照像我之前那种比赛完之后立刻进入恢复阶段，然后去做运动按摩推拿等等这些措施的。所以其实我有一些小小的伤痛。那因为正好是在就是休赛季，所以呢，我也就是让自己身体慢慢的恢复。那在这2周以及之前的一些马拉松训练跟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运用到了非常多 AI 相关的资讯。那我想说，那今天就简单的把我目前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来总结了4点，跟大家做一个推荐跟介绍。那也是希望可以在大家的这个训练以及出入可能跑步的这样子的过程中，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刚刚踏入马拉松或者说是跑步的这个训练的时候有很多的名词，然后以及有很多的比赛以及报名规则等等，其实是都不太了解的。因此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只能通过搜 Google 或者说是去问前辈，那或者说是去找一些部落格等等的这些方式，才能够去了解说我到底是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像是乳酸阈值比如说是 LT1 LT2 那或者是之前提到的可能一些 VO2 max 还有一些什么是间歇跑什么是长距离，什么是 LSD 等等的在我刚刚接触跑步的时候，这些名词其实也都是让我觉得一头雾水，到底是什么？然后实际上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去网络上找很多的 YouTube， 或者说是去很多 Google 的文章，才去了解到这些名词以及真正它在训练中所包含的意义。那现在实际上有 ChatGPT 或是其他的一些 AI 工具的话呢，大家实际上是可以用这些 AI 的工具去帮助你去了解这些词汇的意思，以及去帮助你去让这些训练的方式或者是这些名词的意义融入到你整个的马拉松的训练过程当中去的。因此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用 AI 的方式去不懂就问甚至他在你问了这些题目之后，他还会因为感觉到你可能对这方面不太了解，会扩展的让你知道更多的一些讯息跟内容我觉得这个是 Google 以及其他的一些搜索方式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它会帮你扩展出去很多的思维这也是非常推荐大家。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在整个 AI 的运用过程当中我最大的其实会是把我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可能性，或者说是一些比赛的一些想法融入到 AI 的这个询问当中去让它帮我去思考看看我的配速应该如何决定，或者说是我目前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赛道的情况会不会影响我的目标或是我的配速。那简单举例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一次的万金石马拉松的比赛的之前我就知道它这次的风向可能跟平时不太一样。以往的话就是在去程的话是顺风，那回程的话其实是逆风。但是我怎么看天气的这个预报我用 Windy 看的，那怎么样看都会是去程的时候其实是很大的逆风，回程的话可能是顺风。而且因为 Windy 的这个帮助也会知道其实实时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力的大小会是多少所以我这边就是问了 AI 很多关于说这个风力跟这个风的大小以及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那是会对我的马拉松的配速，或者说是对我整体的这个完赛的时间的预估，那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那最后它确实是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大概多少的一个风的时速会是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我也会把我跟 AI 的一些对话的内容贴在边上给大家分享。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的比赛当中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帮助，或者说是在我比赛前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前半程就会是大逆风，而且这个风的速度其实是会让我觉得不好控制的。那因此我也是在那个时候选择在整个集团里面尽量的不要去消耗过多的体力。那如果有看我的整个前面万金石的影片，也会知道我其实前半程的心率都控制在大概168左右。那有看到过我其他比赛的应该知道，我基本上会把我马拉松的
这个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心率控制在171到172这两个这个心率左右，所以其实在168的这个心率对我而言其实是有点略微轻松的。但是因为我知道风的关系因为我知道风是非常的大，我也是很怕真的在前半程又有非常多的消耗又再加上 ChatGPT 的建议以及告诉我可能会影响我多少的配速，那我就大概就是抓在那个范围内，跟在整个集团里面。当真正过了半程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开出去了，因为我知道后面是顺风。那我也知道虽然33公里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上下的起伏跟坡度，但我的目前的身体的状况以及心率的情况是可以支撑我在完成后续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那我再选择后半程再开出去然后也顺利的完成了比赛，所以说没有达到我一开始心里默默想要的2小时45分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啦，但是还是有非常好的达到2小时46分12秒这样子的一个 PB 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开心。那这也就是我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会运用到或者比赛前会运用到 AI 去帮我做一个分析，让我心里更加有底或是有准备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我在比赛结束之后其实也是会用 AI 的方式去帮我做整个比赛的分析的。就是我是用 Garmin 的手表嘛，那所以 Garmin 的手表实际上是没有对应的，比如说前半程后半程的一些数据或者说是每 5K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的有可能是我不太会使用 Garmin 的那个软体的原因。但是我现在因为有 AI， 所以我就直接把我的一个证书然后以及当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以及呢我的一些线路的这个海拔起伏都发给 ChatGPT， 那它其实帮我很快速的分析完了我全程的这样子的一个每5公里的配速以及每前半程跟后半程的这个完成的时间的一个情况，都不需要我再去可能自己每 5K 加起来去做计算。那它也是会根据实际上的一个海拔的高度以及当天的一个风速的一个情况，它会分析说其实我前半程确实在万金石的时候保留了一些体力然后在后半程的时候明显的看到我把速度提起来开出去了，但是呢因为在后半程的33公里的时候的那个很陡的坡，我还是维持住了配速他也评估我其实在当时的时候是花了蛮多的力气，或者说是能够在那个状况下还能控制好配速，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在整体的话，我其实后半程比前半程还要快了1分多钟，那而且还是后半程有非常多坡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说明其实我有机会在下一次可能更平坦的赛道上去，可以在花更多的这个体力在前半程上，也就是说有机会还有再破 PB 的可能性那另外是让我比较吃惊的是因为我跟他沟通了很多，他知道我下一场是要去跑雪梨马拉松，因此他就说其实雪梨马拉松跟万金石的一些比较，跟一些坡度的一些状况，然后以及温度的状况的比较，他反而是觉得我在雪梨马就有机会有可能可以再稍微快一点点因为海拔的关系，因为温度的关系等等，因为坡比较缓的关系等等的。那并且他还在建议我说，是不是可以在未来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内去做高雄寿山这边或者是澄清湖这边的一些爬坡的训练，并且还建议问我要不要说他给我一些建议跟训练的方式跟规划。我觉得这其实在我们没有教练跟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安排课表的一个状况下，这个 AI 的这个方式不单单可以帮你去做你的比赛的分析，让你知道你实际上的一个身体状况，那还会帮你去做这个未来的一个赛事的预估，然后以及为了这个赛事去做的一些课表的安排。我觉得其实都对于我以及大家而言应该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使用。那最后一个的话，其实就是我最近几乎每天都会跟 AI 沟通跟聊的，就是因为我在万金石之后实际上没有做到及时恢复，那这个部分我会再另外出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我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那但是我已经发生了，那我就把我目前遇到的一些状况，然后以及描述的情况当讲不清楚的时候，我甚至用照片的方式去发给 AI然后他竟然很快速的
就已经能够识别出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是哪里酸痛，那甚至是诊断出哪一块肌肉。我记得我有一次发一段 short 说，我的腘绳肌这边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因为肌腱炎的关系，或者是因为疲劳过度的关系，导致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跑到10公里以外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我的朋友就会说，你现在很专业，都知道自己哪一块肌肉出问题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那么专业，都是 AI 告诉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没有那么专业，而且我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就医，然后以及去寻求真正专业的帮助的时候这个 AI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你可以拍影片给他，你也可以拍照片给他，然后你也可以每天都告诉他你目前的恢复状况。比如说像我现在的话是跑步的时候前几公里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当我跑到可能第5公里、第6公里的时候，我左腿膝盖边上的这个位置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的酸胀。然后如果真的坚持到8公里或9公里的时候呢，那我的膝盖这边就会觉得有一点点酸软跟无力。那他就建议我今天就是用跑走或跑跑停停去做拉伸的方式然后去感受一下到底是哪里会比较紧张或者是是不是可以再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长时间的延续下去，可以做快速的恢复。我今天真的听了他的建议，每跑可能2-3公里就会觉得有一点胀胀的时候，在没有任何酸软跟无力到出现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去做拉伸。然后发现了几个拉伸的动作，真的可以有明显拉到跟拉开，或者是让我觉得身体很轻松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整个12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跑跑停停会是越跑越顺，越跑越快然后也是跑完之后是完全没有负担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至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真的可以快速的帮我去改善我目前的一个恢复的速度跟效率的。等等等等，其实还有很多都是可以用到 AI 的部分。那最近的话呢，就是我还是会常常的去跟 ChatGPT 去做沟通，然后来看看说是不是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教练，然后自己就让自己可以更快速的恢复。那也是希望以上的4点呢，是可以真的也是帮助到大家，以及帮助到我自己那在未来的这个训练，然后以及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健康，然后快乐享受赛道。谢谢大家，拜拜。